今天主要说一下利率趋势和几个高利率的产品。虽然美联储一直在说要降息，但是这个更像是一个胡萝卜掉在大家面前，晃呀晃，就是吃不到嘴里。美国长期国债 ETF TLT 呢，从去年有一波上涨之后，在年底达到了峰值。那今年2024年到现在为止呢，一直是一个下降的趋势。与之相反的，美国国债利率在不断的上升，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从最低点的3.7涨到了目前的4.7左右。那长期国债的利率，20年期的目前已经慢慢的上升到接近于5%了，现在是4.96这个区间。那30年期的我们看一下，也是一个上涨的趋势，到4.8左右的位置。美国财政部4月25号的利率呢，也显示短期的美国国债在5.5%左右，那长期的话在接近于5%、4.93、4.82。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到峰值了呢？并不一定。美国国家的基准利率在5.25到5.5这个区间维持的已经快接近1年的时间。美联储从去年12月的时候开始说要降息，但是呢，说了几个月，这个预期慢慢的在降低。从一开始预测会降息6次，到也许会降息1到2次，再到上半年不降息，或许下半年会降息。再到目前，一些金融机构都开始预测加息的可能性了。那美联储大爷们的话呢，也说得越来越玄妙。造成这个原因的现象呢，主要有3个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经济数据还行，之前担心的衰退没有发生。纳斯达克指数呢，在经历了一波上涨之后呢，确实是有一个中期的回撤，但是这个季度一些大公司的表现也好于预期。像谷歌公司在盘后上涨了11%，然后收入和每股的收益呢都超出预期，有700亿美元的回购和首次的分红公告。微软公司是由于人工智能的需求呢，盘后也上涨了4%，它的公司利润也有所增长。这边是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在陌陌或者附图上面找到这些信息。当然也有拉胯的脸书 Meta 公司呢，在财报当天下跌10%，所以说市场目前并不是特别稳定，还在上下的震荡当中。我们回到经济数据，另一个阻止降息的原因呢，就是通货膨胀。今年2024年开始，每一个月连续3个月了，通胀数据都是在缓慢的上升当中。那大家知道，鲍威尔就差把2%通胀目标贴在他脑门上了。大家一看到通胀数据上升，就知道降息的可能性又减低了很多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是工资的上涨速度超过了通胀的速度，这个还挺让人高兴的。从2021年开始吧，美国的基本工资涨幅呢就开始加速了。那最高的时候涨幅是到了6.7%，你的工资有没有涨那么多呢？那目前虽然有回落，但是它也有4.7%的平均值了，那高于我们刚刚看到的通胀的3.5%的数值。那工资的上涨呢，又进一步推动了物价的上涨。物价涨了之后，通货膨胀必然会上涨，之后又不得不涨工资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。加州这边吧，最低小时工资已经到了$20一个小时了，还是挺高的。那我们一起看一下，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，有什么好的固定收益的产品。那固定收益就是说，你锁定的时候利率是多少，它就是固定的，在这段时间当中肯定是保本的，然后会锁定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你就不能拿出来，如果拿出来呢，会有一定的罚金。一般我们常见的固定收益的产品呢，就是我常说的国债或者定存等等。先看一下国债吧。之前我提到通货膨胀的数字呢，在稳步的上升，所以说抗通胀的国债目前就比较受欢迎。比如说像 iBond， 这个是在 Treasury Direct 就是国债的官网上面你可以买到，也只有这边可以买了。那它的目前的利率呢是5.27%，其中1.3%是固定不变的，你锁定了之后，未来30年它都是这个利率，然后剩下来就是根据通货膨胀的数值，然后它会变动的，通胀越是高，这个数值就越是高了。那它这个利率是每半年变动一次，具体的呢可以看我视频当中关于 iBond 的解释。
短期国债的话呢，最近的利率都非常好，一直在5.5左右徘徊。这个我们可以继续用之前我提到的阶梯法，然后你就保证一个流动性，又可以保证一个收益，自动购买就可以了。至于20年期以上的长期国债呢，不管是每天变动的二手价格，或者说是官网这边刚刚拍卖出来最新的价格，都还挺不错的。那大家可以在官网或者说是一些券商购买国债。那关于如何购买的话，我频道中有一个专门的播放列表，关于在券商购买，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可以用一些国际券商的购买，这边都有详细的解释。接下来说一下定存 CD， 那在联邦基准利率5.25到5.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呢，定存 CD 它一般短期的话利率在5.3左右，那长期1年以上的话呢，也是在5以下，在4.5左右这么一个区间范围。大家可以在自己所在的银行或者是券商这边买，券商这边呢选择范围比较大一点，你可以选择一些高利率的定存 CD。关于如何在券商这边购买 CD 呢，我频道当中也有详细的教学视频解释。今天分享几个高利率的 CD 产品。第一个呢，银行呢是 Northern Bank Director， 然后它的锁定时间是1年，利率有5.6，这个是固定不变的。那它最低的存款额度是500，然后最高额度呢是25万美金。这个是它的网站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网站第一页就是它的5.6的 CD 12个月。点击的话呢，就可以看到详情了。那它现在9个月的 CD 是5%的利息，12个月是5.6的。那你想购买的呢，就需要 open 它的一个 account， 就是开户，然后购买它的 CD。第二个是 Merchants Bank， 它的利率呢是5.92，也是1年期的，但是它这个5.92是浮动利率，最低购买金额呢是1000美金，最高的话它没有写。这边是它的网站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。那这边可以看到，它5.92的 CD 呢，它是浮动利率的 CD， 它是根据 Federal 就是联邦基准利率来改变的。存款期限呢有12个月、24个月跟36个月。下一个呢是 California Coast Credit Union， 它的利率是9.5，非常高，但是它的时间只有5个月，利率也是锁定的9.5，不会变动的。最低存款额度是500美金，最高它只让你存3000美金。我们在它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，这个9.5的利率呢，是这家银行95年纪念日的一个活动，那最多也只让你存3000美金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它的网站，然后点 Open Now 就可以开户，然后就是赚一个小利息。再说一个定存年金，这个是保险类的投资产品，锁定期限呢是10年，所以有长时间不用的钱才会考虑这个。这个呢是保本，没有其他的费用，利率呢比普通的定存要高一些。第一年锁定的利率呢，入金超过10万以上的给7.9的利率，在2万到10万美金之间的呢是7.4的利率，最低投资额度是2万美金。第2年开始，每年选择一种投资方式。选定存的话呢，利息没有第一年那么多了，大约在4%到4.5%左右。那你也可以选相关的指数，收益和美股是挂钩的，有各种选择。那如果选标普500挂钩的指数的话呢，这边是不管市场涨多少，最多给你9.25。当然，如果市场跌的话，你的本金也没有任何损失，这个是保本的。总体来说呢，买这个东西发不了大财，但比一般的定存收益高一些。那有需要可以扫描上面的2维码，联系代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视频当中关于一些银行的链接，我会放在描述栏当中。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那我抽时间会统一回复大家的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